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丧尸病毒在 M 国爆发了。我在家躺着刷着微博，突然就看到这么一条评论，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，这条带着 M 国 IP 的评论瞬间就被删了。我还以为是我眼花了，我按着这个人的名字和头像找到了这个人，给他发个私信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丧尸？我刚看到这2个字发过来，上面还在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，下一秒突然这个账号就不见了，聊天页面变成了没有此用户。我惊呆了，为什么账号突然就消失了？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从小到大我的第6感都很准，我感觉这个事情很不寻常。正好我有一个大学室友在 M 国留学，我给他发了消息，1条2条，等了1个小时，还是没有回复我，我的心有一点凉了。他可是资深网民，每次给他发消息几乎都是秒回，最迟半个小时内肯定会回复。我开始给他打视频电话，1遍2遍，我感觉到了强烈的不安。我安慰自己，也许他是到了一个没有网的地方。我拨打了他的电话，国际长途，虽然有点肉疼，可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电话响了10几声，终于被接通了。可是那人确实是那种开朗的阳光男孩。听筒里传来了不知道什么嘶吼的声音，好像有很多人，然后说话就断了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网上搜索新闻，发现前几天 M 国有好几起街头暴力事件，一个人不停地撕咬另一个人。可是这些新闻被别的新闻盖下去了，没有引起很多热度。这几天没有任何消息。丧尸爆发的可能越来越大，必须要做些准备了。前几日一起来自 K 市的新闻，医院新增了很多的病例，并且有患者半夜大闹医院，目前还在控制。之前刷到我还是以为是普通的暴力事件，可是结合这么多来看，丧尸病毒爆发多的，而且应该已经传到了国内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还没确定是不是，而且就算丧尸爆发了，也有可能传不到这里。但是我还是决定提前做一些准备。现在是下午1点，我女朋友正在公司上班，我今天刚好休假，拿了车钥匙出了门。如果真的传过来了，食物和水必不可少。我先去离最近的超市订购了12瓶装的50箱水，压缩饼干20箱，螺蛳粉20箱，方便面各个味道10箱。虽然我们2个都不怎么爱吃方便面，但是这便宜且方便。还有红油麻酱面皮各10箱，这个面皮用凉水就可以泡开，白粉10箱，香肠10箱，卤鸡爪、卤蛋各5箱，大提子粥20瓶。买完这些，差不多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。那时候，超市的工作人员问我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，我说快要端午节了，不利，我才买。我看这超市的工作人员往车上搬东西，我想我应该是疯了，万一没事呢？可是我预感的事情基本上都很准，即使是虚惊一场，大不了便宜卖出。我让工人把车开进了地下，直接放进电梯，蹦到22楼。这个点小区的住户基本都在上班，电梯里没有什么人。2个电梯一起用，很快就运上去了。工人走后，我坐在房间里喘了口气。这些东西是吃不了多长时间的，但是现在还不确定。反正好人有些安全感。丧尸即将爆发，我和我女朋友说丧尸爆发她会信吗？我又去买了太阳能充电设备和净水器，安装完已经下午5点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女友给我发好几条消息我都没回，看大概到了她下班的时间，我开车去公司楼下等她。这儿我冲林丽招了招手，她走了过来抱住了我，吼道：你下午都干什么了？为什么不回我的消息？林丽一脸幽怨地看着宝贝，一会儿再说，我们先回家。我把她拉上了车，一脚油门开回了家。可能是我从来都没有开过那么快。林丽路上一直不停地说慢点慢点儿。下车后我看她脸都白了，我拉着她上了电梯。回到家，我认真地对林丽说今天发生的事情。林丽虽然对事情半信半疑，但是还是表示请几天假。我把林丽带上了阳台，展示着我今天下午的劳动成果。真不错呀，宝，你准备在家里开超市吗？我对林丽翻了个白眼。晚上我们2个窝在沙发上点了外卖，看了一部电影，相拥而眠。我做了很多梦，梦里到处都是游荡的丧尸。
第二天早上7点半，我被最后一个噩梦吓醒，我梦见了我被感染了，然后疯狂撕咬林丽的脖子。宝贝乖，这是梦，不是真的，别怕别怕。起床后准备去购买一些土壤和种子，准备把阳台的外侧种上一些蔬菜。如果没有丧尸的话，土壤还可以种花，买了4大袋土壤和各种种子。医院受伤的群众抱起伤人，丧尸病毒真的爆发了。我们把东西都安置好后，我和女朋友瘫坐在沙发上，我拿着手机刷今天的新闻。今天的热搜是医院恶意伤人的歹徒伤了20多名警察和群众，目前都已经送往医院治疗，歹徒已被击毙。我看着新闻上打着马赛克的照片，还有现场目击人的口述，心里已经泛起了强烈的不安。这和丧尸咬人的情况很相似。我赶紧给林氏的父母打电话，给他们买了车票，让他们马上来我们这里。女朋友家在农村，那里都是大山，没有什么人，她的父母都在那里，那边可以种菜，自给自足。如果真的爆发丧尸，这比我们这里安全多了。女朋友给他的父母打了电话，也让他们多买一点食物和生活用品。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家关注着新闻，直到晚上7点多，这个地区变成了受伤的警察和群众抱起伤人，一下子咬了许多医生、护士和患者。我和女朋友对视着，丧尸真的来了。我们迅速的联系了好几家送水公司，点了好多单外卖。爆发的地点是在 K 市，几乎离我们这里不远，但是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看新闻，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件事，所以还没有到家家都囤货的状态。送水和外卖的时候陆陆续续都来了，3家送水公司搬上来150桶水，外卖是分了10几家超市买的，100斤的大米10袋，50斤面粉10袋，20升豆油10桶，各种调料各50瓶，鸭脖10箱，猪肉100斤。芝麻糊10袋，核桃粉10袋，麦片10袋，自热米饭50盒，自热小火锅50盒。这是一城人间炼狱，囤了1年多的物资，不知道能不能度过危机。我和女朋友又开车去买了挺多东西，直到后备箱和后座都堆不下了才回来。我们又搬上来了5箱牛奶、5箱面包、5个大桶储水、午餐肉30罐、鱼罐头30罐、巧克力30盒、挂面20包、10箱酒精湿巾、手电筒10个、充电宝10个、纱布1箱、窗口贴1箱、各种感冒药、消炎药、止痛药、味消毒酒精、碘伏、棉签、膏药、心脏药，还有老年人吃的各种药品一堆，维生素钙片，维生素是必需品。各种水果的果干、蔬菜各买了一点，放太久会坏。我们清点了一下食物和水，大概够1年多的物资。不知道丧尸病毒会持续多久，只知道物资多一点，我们就会活得久一点。我们躺在床上，刷着微博和微信群，已经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是丧尸囤了很多物资。也有一些人表示国家那么强大，没必要等待国家消灭丧尸就好。不过整个网络还是弥漫着悲伤和恐慌。一些黑市的人说现在在家躲着，外面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，自己没有多少食物了。还有些家人父母被咬了。通过网友上传的照片，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人间炼狱。我们看得心惊肉跳，随即决定明天再好好的采买一遍物资。忙了一天，几乎倒头就睡，但是睡得也不安稳，毕竟现在生命都会受到威胁。小区内出现丧尸，水资源又受到了污染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妈看着我和女朋友囤的食物，惊呆了，说我是长了几张嘴，买这么多的东西，老年人不懂什么丧尸，只有他们亲眼看见了才会相信。晚上我们吃了一顿火锅，如今丧尸爆发，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吃到了。女朋友和妈妈不断的下东西，我和爸爸喝酒聊天，过着光让我更加珍惜仅剩的日子。第二天已经有10几个地区有丧尸了，每天新闻上都让我们保持镇静，不要慌张，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水，在家里不要外出。我们隔好了楼层的消防门，我们这一层是最高层，几乎没有人来。趁着我们这里还没有丧尸，我们每天出门去买一点可能用得上的东西。在父母来的第10天，狼城爆发了。没错，地点还是从医院开始。可是没过几天，小区突然流荡着很多丧尸，
新闻报道说，水库附近掉落了丧尸，水资源受到了污染，水不能再喝了。我们一阵后怕，幸好装了净水器，不过我们也不敢再喝那个水了，都装满水桶，用来冲马桶。我们小区的保安早跑了，大门死死的关着，里面出去，外面进不来。小区里游荡着几只丧尸，没有人敢出去，他们没有吃，饿得直喘。丧尸即将爆发，我们疯狂囤物资。第二天，从新闻得知 K 市已经沦陷了大半，医院的人都跑出来了，感染速度太快了，并且没有第一时间封城，已经有的跑到了邻市，又有好几个城市爆发了丧尸。我们急忙出门，已经有很多人去超市囤物资了，还有一些超市直接关门了。不过，如果真的是末日，第一个被抢的就是超市，也有些商家意识到了，已经开始拆招牌了。也有一些心大的商家发起了国难财，我们趁着早又往回拉了一趟食物，然后开车去家电城买了2个大冰箱，又去买了太阳能板，养殖场买了10只鸡仔，2只母鸡，2只公鸡，买了不少隔音板，又找中介租了隔壁的房子，又买了许多锁和武器，不断的重复送回去出门，又买了电热毯、电风扇、煤炭之类的，又去买了10桶汽油放在车里。买了一个缸，我们把隔壁收拾好，作为我们的物资存放处。附近的物资基本上已经卖光了，开车去了比较偏远的超市，买了30箱水、10箱啤酒、20瓶白酒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护发素、身体乳个20瓶、面膜50盒，买了30斤白菜、腌酸菜。大家都去买食物和水了，所以这些东西买的人没有多少。又买了10个大红桶放在隔壁储存水，把一切都收拾好，去车站把父母接了过来。他们带了好多风干的肉和腊肠，他们来家里都震惊了。林小夏，你们2个干嘛呀？去打劫超市了？丧尸爆发了，正式开始没水没电的居家生活。我们看着小区里游荡的这些丧尸，大多数都是水资源污染变异的，身上没有伤痕，倒是有几只手脚被啃得露了骨头。父母看到了，捂着心脏就不再看了。看的时间久了，感觉丧尸都眉清目秀的，慢悠悠的晃荡，胳膊一甩一甩的，每次看见我总是笑得前仰后翻。新闻每天都让我们带着食物和水在家，不要外出，锁好门窗。社区的大喇叭也在我们不要恐慌，只是一响就聚集了好多丧尸。有了大量物资，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多少影响。丧尸爆发的第20天，停水停电了，不过有了太阳能板，我们用电还算正常。手机信号已经切断了，联系不到外界，大喇叭也停工了。幸好有信号的时候下了很多的小说、电视、电影，让我们在家隔离的日子不会太无聊。只不过楼下的丧尸越发的臭了，闷热的天不能开窗户，只能靠风扇了。这些天我们小区还算安逸，毕竟以前看了新闻，很多人家都存了物资。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丧尸病毒会持续多久，会有多严重。就算国家正在解决，他们也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救，消灭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还好。如果去避难所的话，我觉得还不如待在家里。丧尸病毒爆发后的居家生活也不错，可以好好陪伴家人了。要是去了避难所，那里能分到的物资有限，万一发生抢夺，2个老人、1个男人、1个女人，真的发生了什么，根本阻止不了。而且人多了就会爆发矛盾，更危险。现在家里的物资我们省着点吃，再加2年不是什么问题。并且我们还种了菜，养了鸡。最近母鸡下了很多鸡蛋，正在努力孵化。丧尸爆发的50天，昼夜温差很大，白天热的不行，晚上气温又降到几度。这些天总会听到飞机飞过，这时楼下的丧尸就举着手指吼，就是他们也不会飞呀。楼下有一个丧尸，双手举着，好像是抓飞机的样子，不停的抖动。女朋友笑我是笨蛋，丧尸都能笑成这样。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才是王道。女朋友担心她的父母没了信号之后就联系不上了。从前几次的对话来看，丧尸爆发之后，他们那里并没有丧尸，也没有什么异常情况。他的爸爸用砖把院子加固了一圈，
应该不用太担心。妈妈做好了饭，招呼我们吃饭。她一向不喜欢我们吃那些垃圾食品，坚持每顿饭都给我们做。偶尔会煮了螺蛳粉去诱惑她，既来之则安之。现在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太糟糕的事情，家人每天都在家陪着我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们各自上班，有时加班或者什么的，回来已经很累了，对家人缺少沟通很长时间了。现在我们每天待在家里，吃吃喝喝，追剧，偶尔瞅瞅周围的情况。丧尸爆发的不知第几天，我妈突然做了一桌子菜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来了这么多菜啊，真香！我和女友来到桌前，老妈做了糖醋排骨、红烧肉、黄焖鸡、糖醋鸡蛋、鱼香肉丝、肉末蒸蛋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妈，你平时可是一只鸡分3次炒的，今天怎么这么大方？傻孩子，自己生日都忘了，一天天都过懵了吧？我妈摆着筷子对我翻了个白眼，我爸拿着冰镇过的啤酒坐了下来。哦对，今天是我的生日啊，在家浑浑噩噩的我都忘了，哎，又老了1岁了。我感叹着坐了下来。哎，女友呢？我坐下来发觉刚才在我身后的女友不见了。我在这呢，夏夏，生日快乐！女友端着一个蛋糕走了过来，上面插了7根蜡烛。你在哪弄的蛋糕啊？我声音哽咽的问。在末世，生日能吃到蛋糕是有多幸运呢？是我自己做的，材料也不全，也没有水果，我就用巧克力装饰了一下。你每次过生日都要吃蛋糕，我不想让你留遗憾，虽然丑点，但是这是我做的最成功的一个了。夏夏，你将就下。我起身抱住了女友。宝贝，谢谢你，有你真好。行了，别婆婆妈妈的了，赶紧吃饭吧，饭都要凉了。我妈一脸嫌弃的看着我，似乎觉得我很没出息，不过眼神里却是为我开心。我们坐下之后，我妈瞪了我爸一眼。你爸呀，这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浪漫。我笑了笑，许了愿，吹了蜡烛。丧尸爆发的不知第几天，小区楼下突然出现一个面包车，这是发生了什么呢？吃完晚饭，女友和爸爸去洗碗了，我和妈妈坐在沙发上嗑着瓜子。突然外面传来一阵车声，我连忙跑到窗户那，把窗帘拉了一条缝，用望远镜看了过去，有人开车想出去，也是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？那些没怎么囤物资的人要饿死了。丧尸听到车声，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。他们已经饿了很久了，一个个看到食物很激动。所幸我们小区里的丧尸不多，四面八方的跑过来也只有10几只，也有可能有一些困在房间和楼道里了。那10几只丧尸并没有能够阻挡车的前进。那辆黑色的大车横在了小区的超市门口。我们小区的超市并不大，是一个小超市，一对老夫妻在经营。丧尸爆发之后，他们就关门了。他们一头紧紧的靠在超市门口，另一头都是丧尸在包围着车。开门啊！车窗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。丧尸听到他的声音，更加猛烈的撞击车窗，感觉食物近在咫尺，但是就是吃不到。超市里的老夫妻都是善良的人，我不禁为他们捏了一把汗。我无法确定车里的男人是不是好人，我只知道如果他们开门，真的有危险，他们是绝对打不过这个男人的，而且车里还有其他人，千万不要开门，不要开门。我嘴里碎碎念着，祈祷着他们可以不那么善良。救命啊！求求你们开门吧，我们在家都要饿死了，求求你们，我们不进来，就求你给我们点吃的，我们可以饿，但是孩子不可以饿啊。车里传来一阵女声，但是我却感觉背后发凉，因为车里并没有孩子，车里前面坐着一男一女，后面还有2个男人。丧尸爆发的时间久了，人性的险恶也显现出来了。别啊，别开，他们是骗你的。我着急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这时女朋友来到了我身后，看着楼下的情况，她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我们只能一起祈祷他们不要开门。可是天不遂人愿，卷帘门被缓缓的拉开，一对面色和蔼的老人拿着不少的食物和水站在门口。由于黑车紧紧的贴着门，门被拉开，他们的车门就可以打开了。几乎是门开启的瞬间，车上2个人迅速的打开了车门，就要强行闯入。我瞬间捏了一把冷汗，他们果然不怀好意，利用老人的善心，用女人和小孩来骗取他们的同情。这样的人
其实他们抢夺了这间超市，但是当有一天物资耗尽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会互相残杀。就在车门打开的瞬间，那些丧尸更加疯狂了，甚至有一个顺着车头爬了上去。那两个人迅速往里面跑，关上了门。可是那些丧尸已经一个踩一个的爬上了车顶。车里一男一女一看情况不妙，连忙把车门关上。静电的两个人正在把卷帘门拉下去，顺着玻璃门，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的手臂上流着鲜血。可怜的老夫妻难逃丧尸之口，见不到北方的漫天雪景了。车上的一男一女看到那两个人不管他们了，也许是气急败坏，也许是想要活命，他们开起了车，一下子就把挡在挡风玻璃上的丧尸甩飞了出去。丧尸从高处摔下，又爬了起来，只不过肢体有点不协调了，好像是摔坏了骨头。他们猛踩油门，车撞向了超市的门，半个车身都进去了。不过过了10几秒，车猛地后退，被压进车门里，几只倒霉的丧尸腿都压得血肉模糊了。随着车的出来，里面跑出来4个人，不对，是4只丧尸，2个刚才进去的人，还有那对老夫妻。看着他们面目呆滞，嘶吼着跑出来，我实在是不忍再看下去了。那对老夫妻大概是我们小区里最善良的人了，我想着他们平日里总是和蔼的和我唠嗑，夸我的女朋友如何如何。我难过的抱了抱女朋友，我回到了沙发上，和爸妈讲述了这件事，他们听完也是十分惋惜。现在的人心真是坏透了。我妈感叹着。女朋友走过来了，那辆车跑走了，进了车库。女朋友说，我不能的担心着他们把丧尸引进了车库，那么后面出来寻找物资的人又怎么演了？丧尸爆发，转眼半年过去了，这半年偶尔有出去找物资的人，有的还没出小区就被咬了，有的爬出去再也没有回来。小区的一个小门被撬开了，倒是有几个人带着大背包在晚上偷偷回来。已经进入了12月份，北方早就已经下了雪，我们这里的雪通常下的比较厚，再加上没有人清理，丧尸的行动都受到了阻碍，雪已经堆到他们的腰部了，有的丧尸走着走着就摔倒在了雪里。我看着他们努力在雪地爬起来的样子，只想叫。丧尸爆发的第 N 天，有人向我们求救，应该怎么办？大雪把城市覆盖，已经看不到那些恐怖血腥的场面了，感觉世界又恢复了平静。只不过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扛过这个冬天。冬天了，菜已经吃不到了，我们还剩下很多零食。有菜的时候，老妈是不准我们吃零食的，但是还好丧尸爆发前买了很多维生素，不吃蔬菜水果也没关系。小鸡慢慢长大了，每天都会下很多蛋。妈妈也总是变着花样做各种面食盒饭，鸡蛋炒面啊，麻辣面、凉拌面、炸酱面、包子、饺子、蛋炒饭、卤肉饭。冬天白天的太阳很微弱，我们尽量的节省电，除了做饭和晚上电热毯用电，其他的都不用。北方的冬天能到零下20多度，我把冰箱里的东西都搬上了天台，天台厚厚的雪都被我们清理回来了，雪化成水，可以用来洗澡、冲马桶什么的。我一如既往的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一部新开的小说，老爸老妈闲不下来，在天台上堆置着物品，鸡被养在了隔壁。突然我听到窗户在响，好像有什么正在敲我家的窗户。我走到窗台边，看见一辆无人机正在撞击。我打开窗户，无人机飞了进来，上面有一张纸条。我张望了一下，对面楼的一个窗户里的窗帘似乎被掀开了一角，离得远，我看不清。我把纸条展开，夏夏，可不可以请你照顾一下娜娜？她一顿吃的很少的，求求你让她活下去。丧尸爆发的第 N 天，我答应邻居照顾他的女儿。我看着字条，想起来了，对面楼那个姐姐，她很早就结婚了，有一个4岁的女儿，大眼睛很好看。可以啊，但是那你怎么办？我快速的写了字条，挂在了无人机上。无人机飞了回去，我看见她打开了窗，很瘦，很白，很憔悴。她似乎看见了我，冲我招了招手。很快无人机飞来了。我没事，我会把他带到消防通道门口，你们开门接一下他。谢谢你夏夏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有办法照顾好他的。但这次无人机并没有飞回去，我在窗边着急的等待着。老婆，
我指给他看，那个女人穿着棉衣，背上背着一个大背包，正在雪地里穿行。由于我们2栋楼很近，再加上雪很深，丧尸行动缓慢，他顺利的上了楼。我长出一口气，老婆，我们下去接他吧。我们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拿着长刀和棒球棍就准备出去，和父母说让他们把门关上。听到是我们在开门，父母长叹了口气，让我们小心。我小心翼翼打开了防盗门，战战兢兢往楼下走去。我们顺着楼梯走下去，隐隐好像听到有丧尸嘶吼的声音，越往下走，嘶吼的声音越大。我们不由得加快脚步。到了9楼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7、8个丧尸正在9楼的楼梯口，而木西拿着一把长斧，利用楼梯口狭窄的空间看丧尸。我们成功接到内娜，可惜木西难逃丧尸之口。这些丧尸都不知道有什么弱点，把他们的头砍断应该就动不了了吧？可是想把丧尸的头砍断，得需要多大的力气？那些丧尸再变异，也是人类变的，还是我们曾经的邻居。我们拿着棒球棍从丧尸身后一棒一个，他们从楼梯口顺着楼梯滚下去，又挣扎的爬起来，又被另一个滚下来的丧尸压倒。把丧尸都打下去以后，我们拽着木西就要跑。夏夏，他甩开了我的手，把背后的书包交给了我，照顾好他，谢谢你，夏夏。说完，他转身一脚把要从楼顶上冲上来的丧尸踢了下去。快走，你们一定活下去。木西转过去，我清晰的看见他的肩膀正在流血，他穿的衣服上暗红了一片，他被咬了。快走，夏夏。女朋友也发现了，拉着我往楼上走去。上去的那一刻，木西用身体挡住了那些丧尸的进攻，为我们争取时间。他的衣服被撕去，他的身体被啃咬。我闭了闭眼，迅速的上楼。木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娜娜。爸妈，开门。我们继续努力把门锁好。到了房间，打开了硕大的背包，娜娜在里面睡着了。我把她抱出来，放在床上。女朋友和爸妈说了才发生的事，爸妈听完又感动又心疼。母爱是伟大的，她可以牺牲自己来保护孩子平安。背包里还有无人机的遥控器和一沓钱，还有2根金条、2张卡和一封信。丧尸爆发的第 N 天，邻居木西在我面前去世了。夏夏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大概已经变成丑陋的丧尸。我知道我这一次过去肯定会被感染，就算不会被感染，我也会离开的。谢谢你答应照顾娜娜。谢景出去找物资了，他已经出去4天了，我猜他应该不会回来了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人。我在想抱着娜娜吃安眠药的时候，看到了你们在天台上，我看见你们在整理食物，所以我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请你照顾一下我的女儿。谢谢你答应了我，这些钱是给你的。我不知道末世什么时候结束，也不知道这些钱以后有没有用了，这是我能为你、为娜娜做的所有了，请你照顾好她。她以后可以不上学，可以什么都不要，给她一口饭吃，让她健康快乐的活着，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。愿你们一家在末世中能安安稳稳的活着。木西绝笔。好了好了，没事的，起码我们就回来了一个。老婆，我眼睁睁看着他死在我面前，我救不了他。上次见到他，他还推着内娜在小区公园里玩，还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，我还没有给他发请帖呢。他死在了我面前，娜娜以后没有妈妈了。这是我在末世里第一次哭得那么惨。这半年我在上面看了太多人被咬，听见过他们家人撕心裂肺的哭泣，也见过丈夫变成丧尸跑过去抱住他的妻子。我以为我已经麻木了，可是第一次我离死亡这么近，看着那些满嘴鲜血、龇牙咧嘴的怪物，他们的嘴好大，我被吓得只想逃。可是木西为了给我们争取时间，即使被咬了还坚持站在那里，一个人面对那些吃人的怪物，被咬得遍体鳞伤。娜娜妈妈走了，我应该如何让她接受这件事？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，在天灾和人祸面前，生命真的脆弱的不堪一击。晚饭时候，娜娜醒了，看见我，很高兴的抱住我。夏夏哥哥，小奶音叫的我心都化了。夏夏哥哥，我妈妈呢？娜娜看了一圈，疑惑的看着我。你妈妈，她说让你在我家住几天，她去接你爸爸，等接到你爸爸，她就回来接你了。我磕磕巴巴的撒着谎。好了，饿了吧？奶奶做了好吃的，我们去吃好不好？
我也不知道这辈分怎么排的，感觉怪怪的。老妈蒸的鸡蛋羹给娜娜炖了一个鸡腿。谢谢奶奶，奶奶做的饭真好吃。娜娜很久没有吃过饭了，都是吃饼干。好孩子，可苦了你了。你放心，在奶奶这儿天天给你做饭吃，你想吃什么告诉奶奶，奶奶给你做。哥哥买了好多零食，等你吃完饭，奶奶带你上去挑啊。谢谢奶奶。妈，你怎么双标呢？我吃你怎么不让？去，你都多大人了，净吃垃圾食品。我们娜娜乖，偶尔吃1次2次是没关系的。我妈嫌弃的看着我，切，我不说话了，扒拉碗里的饭。新年到了，丧尸爆发还没有结束，以前的万家灯火只剩现在的点点星光了。晚饭后，我妈和我爸带着内娜上去拿吃的去了，我和女朋友趴在阳台看星星。林丽，你说我们会活下去吗？我看着漆黑的街道，只有雪带点星光。以前在这能看到万千灯火，快过年了，应该热热闹闹。而现在也不知道多少人能活到明年，应该有很多人在饥饿中死去。大夏，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。你看我们还有那么多物资，等到国家来救我们绰绰有余了。我们一定要相信，他们一定会来的。女朋友抱着我安慰我，可是有好多人都死在了我眼前。楼下的老夫妻，还有我们那些熟悉的邻居们，我越来越担心，万一有一天我们的食物吃完了，但是末日并没有结束。我担心我一步不息的嘱托，照顾你宝贝们。放心，夏夏，我们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林丽，你在我身边真好。夏夏，我会一直在的。很快新年就到了，娜娜在这段时间不时的找妈妈，我也编了各种理由糊弄过去了。娜娜这孩子有事也不闹，就是想妈妈了的时候情绪低落，也被我妈各种方法逗乐了。新年到了，我妈一大早就开始打扫卫生，我们也被迫起来开始干活了，摘菜杀青。今天是除夕，我妈拿着大刀就开始写对联贴在家里。虽然消防通道已经被我们锁上了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贴在屋里买的。我妈用我的红色的衣服给娜娜做了一身新衣服，红彤彤的，头发用红色的丝带绑了起来，像个泥娃娃。楼下的丧尸还在屋头，也不知道他们吃不吃饺子。眨眼间，丧尸爆发已经半年了。很快到了傍晚，我妈在厨房炒菜，我们在客厅包饺子。今年没有春晚，没有鞭炮，没有亲戚串门，没有群里的红包，只是女友的情绪不好。虽然她还是笑的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她很不开心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过去半年多了，手机依旧是没信号，我们也出不去，也不知道她的父母怎么样了。虽然已经提前告知他们储备好足够的粮食，但还是不免担忧，尤其是团圆的日子。每年公司老板都会给我们安排新年礼物，在群里发红包，可如今那样的日子都成了奢望。现在我们能5个人相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，我们拿着啤酒，娜娜拿着果汁，我们就要迎来新的一年了。吃完饭，我和女友站在阳台向远处看去，平时整个街道都是彩灯，万家灯火全都亮着，人来人往的街道，车来车往的大路，如今被丧尸和血淹没。明明还是那么繁华，却没有一丝生气。灯不亮了，人没有了，烟花不绽放了，很安静很安静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。老婆，新年快乐！夏夏，新年快乐！老婆，会好起来的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有你真好。丧尸爆发1年了，居家的日子把我憋坏了。丧尸爆发1年了，我在家简直要发狂了。之前疫情的时候，我还能看见大白呢，还能看见楼下做核酸的人群，还能点外卖去朋友家。可是现在每天熬夜到2、3点钟才睡，白天又11、2点才起床。虽然妈妈每天坚持1日3餐，但是我们长时间宅在家里，每顿饭都觉得食欲不振，而且活动的区域小了，也懒得锻炼身体。入睡，睡醒了就玩游戏，看看下载完的电影、电视剧。因为下载的数量有限，好多剧都已经重复看了好几遍了。朋友和妈妈最喜欢的宫斗大戏，台词都快背下来了。以前我最不喜欢看的就是这个类型，但是和他们看的时间久了，背景音乐一响，我都仿佛进入了角色。
分钟可以写出一个方块大小，一脚干掉大猪蹄子，前后夺，一统天下。爸爸一直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丧尸病毒爆发之前，他就总带着妈妈四处旅游。如今居家的日子实在是给他憋坏了，不过他也会找事情做，不记得从哪天开始，爸爸的精力到了天上的小鸡身上。常带着那个小鸡洗澡，羽毛刷得锃亮的，完全当作宠物养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鸡被照顾的特别好，在下的都开始越来越多。这1年多的时间，几乎是与外界断了所有联系。像我们这样一家人在一起的还好，后来又有了妹的加入，不然这样长而冷清的生活早就坚持不下去了。我们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，但是我们会相互鼓励。说在一阵直升机螺旋桨转动的声音响起，来了一架送物资的直升机，难道有了解决丧尸的办法吗？夏、林丽，你们快到天台上来！我和女朋友听到妈妈催促的声音，小跑着到天台上，一架直升机空中盘旋，没一会就飞到我们这里。螺旋桨的声音震耳欲聋，但是还是可以听清直升机上不断重复的声音。家中有人的群众将布绑在杆子上，方开小口，挥旗示意。直升机的窗口打开，里面身穿制服的人向我们示意，我们也向着他的关注。女朋友和妈妈激动地哭了出来。很快从直升机上先后下来了5个包裹，大概是需要求助的人太多了，这些也是尽力而为。我们无法与直升机上的人交流，打听外面的情况，好希望他可以来家做客，不要那么快飞走。物资安全落到天台后，直升机上的人向我们挥手再见，螺旋桨的声音也弱了一些。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突然来给我们送物资，是不是国家有了解决办法？很有这个可能，病毒持续时间这么久了，国家那么强大，怎么会没有办法？是啊，希望一切都快点好起来吧。我们的视线随着直升机的动向，会不会就有10多家住户从窗口向外发出求救信号？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像我们一样苦苦坚持。糟了！林丽大喊一声，原来是附近的丧尸听到直升机的声音，开始不断的聚集，发出阵阵的嘶吼声。一个基层的住户吓得旗杆都掉了出去，赶紧关上窗。这可怎么办啊？爸爸妈妈看得揪心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丧尸们看着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着，不断发出焦急嘶吼的声音，他们慢慢的聚集在一堆，一个摞着一个，直至攀爬到2楼、3楼的窗口。好不容易盼来了物资，可恶的丧尸又来捣乱。直升机上的工作人员开始向住在高层的住户发放物资，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心情和刚才的我们一样，激动的热泪盈眶。最犯难的就是住在低层的住户，他们基本都收回了旗子，紧紧地关着窗口。丧尸们蜂拥而至，如同充满好奇心的小孩，对着物资包争抢和破坏，他们根本不敢伸手去拿。现在楼道里都是丧尸，应该是对外面声音的好奇，可是又找不到出口，发出恐惧的嘶吼声。住户们也不敢贸然去高楼层取物资。直升机上面的工作人员开始对聚集的丧尸喷射烟雾和催泪弹，浓烈的烟雾影响了他们的视线，丧尸们开始分散开了。直升机缓缓将物资放到一处3楼的窗口，但是迟迟不见住户开窗取物资。妈妈焦急地问：怎么还不取物资？一会丧尸们又聚集来了。爸爸皱着眉：那么浓烈的烟雾和催泪弹，连丧尸都散开了，人怎么可能承受得了？我们恍然大悟，是啊，我们这里是最高层，都隐约闻到了气味，更何况是在窗口的他们。这时，直升机上的人员拿出水管，水流顺着尾子一跃而下，他们想借助水的溶解缓解烟雾的气味。上楼的窗户打开了，他们搬进了第1包物资，我们也十分开心。在搬第2包物资的时候，2楼的住户不小心脱手了，物资都摔了下去，狠狠地砸到了刚才挪在最下面还没来得及走开的脑袋上。只见那个丧尸只是抽搐了一下就恢复如初，如果换做一个正常的人的话，早就丧命了。真不知道这些丧尸到底是什么原因变异的，不怕热，不怕冷，不怕受伤，简直无懈可击。我们不光等来了物资，还有了解决丧尸病毒的希望。
直升机派发完最后一家物资后，缓缓飞走。我们和其他的幸存者都欢呼为他们送别。我们这个小区不算小，可是发出求助的住户寥寥无几，不少一楼的窗户都被丧尸拍碎了，里面的遭遇可想而知。爸妈开始整理物资包，里面是一些粮食和药品。最激动的是，里面有一包水果。家里吃的东西很多，唯独没有水果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到了，虽然只是苹果和甜橙，但都是很耐放，吃一段时间了。从妈妈收拾的包裹里突然掉落出一个信封，这个是什么？我拿起来，这是一封信。快看里面写了什么？信中写道：“亲爱的群众，你们好，我们很抱歉不能尽快的解决丧尸病毒的爆发与蔓延，让大家饱受病毒带来的伤害与困扰。因为设备的损坏，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打击，限我们努力修复。防疫工作已经逐步实施中。”受到水资源的污染，城内临水附近的农作物都无法保护安全食用。如今水污染得到缓解，我们可以持续为大家提供食物。国家的医疗团队一直都在努力研究中，请大家放心，丧尸病毒很快就会过去。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，不要放弃。这是真的吗？我们是不是要回到以前正常的生活了？这是真的，不然他们怎么会给我们送物资？很快会好起来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们一家人紧紧相依，这1年多的时间里，我们一直在恐慌中度过。如今我们有了希望，也不用再为食物烦恼了。丧尸病毒结束后，会把感染病毒的人救回来吗？自从送物资的直升机来过之后，他们什么时候再来就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不知道送物资的人什么时候还会再来？他们上次来送的物资够吃1个月的，他们1个月之内一定会再来的。没错，他们既然出现了，就一定想到了解决办法，不会只出现一次。希望他们下次来的时候，除了送物资，还可以想到解决丧尸的办法。上次居民们取物资的时候，看到丧尸张狂的样子，都简直要吓坏了。解决丧尸病毒还是重中之重。一旁的娜娜听着我们唠嗑，想到了她的妈妈。下次开直升机的叔叔再来的时候，会把妈妈带来吗？虽然娜娜的年纪小，我们对她也很好，但是我们也代替不了母亲在她心里的位置，可忍不住红了眼眶，安慰她：“会的，你妈妈会回来的。”我们观察了很久，经常会看到变成丧尸的超市老夫妻在小区里游荡，但是一直看不到不喜的身影，应该是还困在楼道里。不知道丧尸病毒结束后，可不可以把他们这些感染丧尸病毒的人救回来？大概度过了半个月之后，我们发现无人机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丧尸们对声音特别敏感，每次无人机一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越来越多，有不少应该从楼道里从这个角落里出来的，看见才知道，原来我的小区里有这么多的丧尸，看得我心惊胆战。爆发了1年多的丧尸病毒，终于要结束了。和我们想的一样，送物资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，每次物资里面也都夹带着给我们的信，分享一些最近的情况，不过大多都是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。这次与往常不同，信里写着近几天会有大雨，让我们做好准备。我想现在贴心的都有了天气预报的服务功能。果然第2天天还没亮就开始雷声大作，瓢泼大雨下的心情都觉得最坏。这些丧尸也是奇了怪了，雨大的都睁不开眼睛，他们也丝毫没有躲雨的意思，只要无人机在空中一直飞，他们就不必走。这个军用的无人机质量真的好，这么大的雨在空中还能稳稳飞行。这场大雨下了有3天，到了第4天，我们才看到久违的太阳。我们来到天台上看看外面的情况，发现丧尸们都倒在了地上，他们睁着眼睛，大多都是一动不动，有少数只是抽搐一下。这些丧尸平时都生龙活虎的，怎么突然都倒下了？难不成和这几天下的雨有关？是不是治疗的要研发出来？是啊，你看他们都不动了。爸妈，我们也动了。到了下午，有10多辆车开进了小区，他们一部分人拿着大罐子像喷农药一样对着躺在地上的丧尸，一部分人对小区进行排查。
外面的大喇叭告诉我们不要出去，等到小区安全的时候会告诉我们。我趴在门口仔细听着楼道的声音，听见楼道里传来激烈的搏斗声和丧尸被制服时发出的嘶吼声，果然还有困在里面的丧尸。丧尸病毒结束了，我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。我们每天都看着小区里的情况，丧尸已经有好几天都没有出现了，想必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清除完了小区里的丧尸。门外响起久违的敲门声，有人在家吗？我们是社区的工作人员。我虽然早就做好了准备，还是紧张的先看了看猫眼，确定了才开的门。各位幸存者们，这1年多你们辛苦了，小区内的丧尸我们已经清除完毕，你们可以出来活动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！我激动的叫着，千言万语都表达不了我的心情。娜娜一直向外看，找她妈妈的身影。我连忙问，我们的朋友感染了丧尸病毒，我一直很担心他。那些感染丧尸病毒的人会好起来吗？很抱歉，感染丧尸病毒超过3天的人没有生还的可能，因为丧尸除了运动神经之外，没有其他感知。感染病毒的人身体机能受到严重损坏，无法再维持生命了。娜娜大哭了起来，她知道她的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们核实好尸体之后会联系您的，我们需要把它们统一处理，等处理完了，骨灰我会给你们送来。谢谢你们。我们走出了居民楼，阳光照在我们身上。我看见不少我的邻居们多么亲切，工作人员给我们颁发物资，告诉我们不久就会恢复酒店、水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1个月后，城市恢复了正常运转，信号有了。女朋友的父母在乡下生活得很好，亲戚朋友们听了我们的劝告，大部分都很安全。我们埋葬了木西，收养了内娜，不辜负木西对我们信任，让她积极快乐的活下去。我和女朋友决定结婚，火速领了证，年底就办婚礼。人生短暂，把转瞬即逝的生命燃烧在无意义的地方是如此奢侈。珍惜当下，珍惜爱你和你爱的人。This is the purpose of changing hydrogen into breathable oxygen, and are necessary here, as the air is on Earth. But I still say they're flowers. If you like. You sell them? I'm afraid not. But maybe we could make a deal.
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丧尸病毒在 M 国爆发了。我在家躺着刷着微博，突然就看到这么一条评论，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，这条带着 M 国 IP 的评论瞬间就被删了。我还以为是我眼花了，我按着这个人的名字和头像找到了这个人，给他发个私信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丧尸？我刚看到这2个字发过来，上面还在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，下一秒突然这个账号就不见了。聊天界面变成了没有此用户，我惊呆了，为什么账号突然就消失了？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从小到大我的第六感都很准，我感觉这个事情很不寻常。正好我有一个大学室友在 M 国留学，我给他发了消息，1条2条，等了1个小时，还是没有回复我，我的心有一点凉了。他可是资深网民，每次给他发消息几乎都是秒回。最迟半个小时内肯定会回复。我开始给他打视频电话，1遍2遍，我感觉到了强烈的不安。我安慰自己，也许他是到了一个没有网的地方。我拨打了他的电话，国际长途，虽然有点肉疼，可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电话响了10几声，终于被接通了。可是那儿确实是那种开朗的阳光男孩。听筒里传来了不知道什么嘶吼的声音，好像有很多人，然后说话就断了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网上搜索新闻，发现前几天 M 国有好几起街头暴力事件，一个人不停地撕咬另一个人。可是这些新闻被别的新闻盖下去了，没有引起很多热度。这几天没有任何消息。丧尸爆发的可能越来越大，必须要做些准备了。前几日一起来自 K 市的新闻，医院新增了很多的病例，并且有患者半夜大闹医院，目前还在控制。之前刷到我还是以为是普通的暴力事件，可是结合这么多来看，丧尸病毒爆发多的，而且应该已经传到了国内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还没确定是不是，而且就算丧尸爆发了，也有可能传不到这里。但是我还是决定提前做一些准备。现在是下午1点，我女朋友正在公司上班，我今天刚好休假，拿了车钥匙出了门。如果真的传过来了，食物和水必不可少。我先去离家最近的超市订购了12瓶装的50箱水，压缩饼干20箱，螺蛳粉20箱，方便面各个味道10箱。虽然我们2个都不怎么爱吃方便面，但是这便宜且方便。还有红油麻酱面皮各10箱，这个面皮用凉水就可以泡开，白粉10箱，香肠10箱，卤鸡爪、卤蛋各5箱，大提子粥20瓶。买完这些，我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。那时候，超市的工作人员问我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，我说快要端午节了，怕不利，我来才买。我看这超市的工作人员往车上搬东西，我想我应该是疯了，万一没事呢？可是我预感的事情基本上都很准，即使是虚惊一场，大不了便宜卖出。我让人把车开进了地下室，直接撞进电梯，蹦到22楼。这个点小区的住户基本都在上班，电梯里没有什么人。2个电梯一起用，很快就运上去了。工人走后，我坐在房间里喘了口气。这些东西是吃不了多长时间的，但是现在还不确定。
反正好些安全感。丧尸即将爆发，我和我女朋友说丧尸爆发她会信吗？我又去买了太阳能充电设备和净水器，安装完已经下午5点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女友给我发好几条消息我都没回，看大概到了她下班的时间，我开车去公司楼下等她。这儿我冲林丽招了招手，她走了过来抱住了我，吼道：你下午都干什么了？为什么不回我的消息？林丽一脸幽怨地看着宝贝，一会儿再说，我们先回家。我把她拉上了车，一脚油门开回了家。可能是我从来都没有开过那么快，林丽路上一直不停地说慢点慢点儿。下车后我看她脸都白了，我拉着她上了电梯。回到家，我认真地对林丽说今天发生的事情。林丽虽然对事情半信半疑，但是还是表示请几天假。我把林丽带上了阳台，展示着我今天下午的劳动成果。真不错呀，宝，你准备在家里开超市吗？我对林丽翻了个白眼。晚上我们两个窝在沙发上点了外卖，看了一部电影，相拥而眠。我做了很多梦，梦里到处都是游荡的丧尸。第二天早上7点半，我被最后一个噩梦吓醒，我梦见了我被感染了，然后疯狂撕咬林丽的脖子。宝贝乖，这是梦，不是真的，别怕别怕。起床后准备去购买一些土壤和种子，准备把阳台的外侧种上一些蔬菜。如果没有丧尸的话，土壤还可以种花，买了4大袋土壤和各种种子。医院受伤的群众抱起伤人，丧尸病毒真的爆发了。我们把东西都安置好后，我和女朋友瘫坐在沙发上，我拿着手机刷今天的新闻。今天的热搜是医院恶意伤人的歹徒伤了20多名警察和群众，目前都已经送往医院治疗，歹徒已被击毙。我看着新闻上打着马赛克的照片，还有现场目击人的口述，心里已经泛起了强烈的不安。这和丧尸咬人的情况很相似。我赶紧给林氏的父母打电话，给他们买了车票，让他们马上来我们这里。女朋友家在农村，那里都是大山，没有什么人，她的父母都在那里，那边可以种菜，自给自足。如果真的爆发丧尸，这比我们这里安全多了。女朋友给他的父母打了电话，也让他们多买一点食物和生活用品。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家关注着新闻，直到晚上1点多，这个地区变成了受伤的警察和群众抱起伤人，一下子咬了许多医生、护士和患者。我和女朋友对视着，丧尸真的来了。我们迅速的联系了好几家送水公司，点了好多单外卖。爆发的地点是在 K 市，其实离我们这里不远，但是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看新闻，又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件事，所以还没有到家家都囤货的状态。送水和外卖的师傅陆陆续续都来了，3家送水公司搬上来150桶水，外卖是分了10几家超市买的，100斤的大米10袋，50斤面粉10袋，20升豆油10桶，各种调料各50瓶，鸭脖10箱，猪肉100斤。芝麻糊10袋，核桃粉10袋，麦片10袋，自热米饭50盒，自热小火锅50盒。这是一场人间炼狱，囤了1年多的物资，不知道能不能度过危机。我和女朋友又开车去买了挺多东西，直到后备箱和后座都堆不下了才回来。我们又搬上来了5箱牛奶、5箱面包、5个大桶储水、午餐肉30罐、鱼罐头30罐、巧克力30盒、挂面20包、10箱酒精湿巾、手电筒10个、充电宝10个、纱布1箱、窗口贴1箱、各种感冒药、消炎药、止痛药、消毒酒精、碘伏、棉签、膏药、心脏药。